哎呀，我的观众朋友啊，经常告诉我，你别总是吹我们马来西亚有多好有多好，这个世界上有好人也有坏人。哎，今天你可以猜到开头，我要分享的是我自己被骗钱的故事，而且是和一个正宗的大马公民。同时呢，你也能够猜到结尾。我已经说了，我并不生气，或者对大马人产生什么看法。但是你一定猜不到这个中间跌宕起伏的过程，我就是要把这个原原本本的给展现出来。它不简简单单是一个我只是大发善心，被人拿去了钱，或者我比较傻兮兮的没有仔细核对，或者只是对方是一个坏人，碰到了运气不好的一个事情，都不是。我想这个过程把它拉开来告诉您，才能够看到这个事情的多样性。我也希望您可以看到最后，并且呢能发表您的一些看法，这个对我和对别人才会非常有帮助。为了不那么无聊，我把王老师也请过来了。Hello， 为了方便，我们就把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称之为强仔吧。哎呀，你快点说呀！好，行，我们是2023年1月到达大马的，2月呢就去了强仔所开的那家店，他是那家店的合伙人，帮助大老板呢去打理那家蛮大的餐馆的生意。他说当时每个月好的时候进账都有100千左右。快点讲，我走了。可见那个店是挺大的，他的打理的能力也是很强。强仔呢，他自己的为人是非常乐观积极的，也话很多，每次都会和我们去交流好多他自己啊，他的家人、女儿、儿子一大家子的事情，对我们挺关心的，所以我们很快呢就热络了起来，关系处理的不错。少讲一点背景介绍啊，你多说一点怎么回事？哎，我知道王老师，你给我一点耐心。所以啊，你看我画了一个图啊，它的纵轴呢是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，横轴呢是时间。你看咱们的关系是不是经过各种各样的起伏？从2月份和他认识，我们和他的关系啊就一直在上升啊，直到上升到7月份的时候，达到了关系最好的顶点。当时呢，他告诉我们，他从那家店出来了。因为老板呢没有好好的打理钱财，亏空了很多钱，他出来呢自己开的是一家小小的档口。其实当时我就画上了一个问号，为什么他有这么好的经营管理的能力啊，会去开一个这么小的档口？他自己的经济状况这么多年在这家店应该也是不错的，对吗？他的回答呢只是说他会很勤力的去做，这样未来啊可以开一家更大的有冷气的店，把他很多想做的菜都放进去，就可以很快赚到钱了。这里只是一个过渡。所以呢，开业那天我们还带着很多礼物去看他，并且经常去光顾他的店，想去支撑他一下。在这个过程中呢，他常常呢拖着我去看一些店铺。他说啊，你看未来你可以跟我一起合作啊，开店啊，但是呢这些所需要的设备、装修、租金，他说我没有钱我都不会去出，他全部要你来出，预估要200千左右。所以你会看到7月以后啊，我和他的关系啊就开始往下走了，开始下行。因为我的脑袋呢打上了一个问号，我可以确认他是一个好人，他的性格也不错，他有经营管理一家店的能力，但是他为什么经济状况这么糟糕？我如果跟他合伙，我没有任何餐饮的经营和管理的经验，为什么要我一个人出这么多钱啊？那第三，他还有一些什么我所不知道的故事，这些都是未知。所以我的生活经验告诉我，我该喊停了，我不能跟他继续下去。我明确告诉他，我不会和你合伙去开一个店的，这不在我的计划之中。所以我们的关系啊就在往下走。小光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知道王老师马上就要说到借钱的事了，直到你看在9月5号前一天我们的关系呢就下降了一格了。那是因为那天的前一天他说，兄弟不太好意思开口，你是否可以借我1000块钱？我当时说实话我想了半晚上，我问他说账号多少，所以我就打了我自己的1000块钱给他。他告诉我的说法是9月8日，也就是3天以后还一半，还500元给我，等到10月1个月以后呢再把剩余的500块钱还给我。OK，
还款周期啊写的非常清楚，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那你为什么愿意借给这个强仔呢？对，主要是因为当时呢，他给了我们很好的印象。刚到大马的日子啊，孤苦伶仃，也不认识什么人，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。王老师教你的借条写了没有？我还真想到了这个问题啊。我有告诉他借钱可以，但是我自己的原则啊，我一般不轻易借。如果要借的话呢，大家都要显得很正规，所以你要跟我写一个借条。不过我思来想去呢，第一他也不太懂怎么写，问了我好多问题。第二呢，我问自己一个问题，如果他不还给我，我能接受吗？我觉得这个底线我还是可以接受啊，即便我被骗了，他所有的钱全部拿去，说我再也还不了了，或者就是人间蒸发消失，我觉得可以接受。所以我在跟他讲了要写借条之后啊，我说算了，你就不用写了，但是啊，请你按照你告诉我的日期把钱还给我啊，这个会代表你的信用。你要他利息了吗？没有啊，他人挺好的，其实借钱呢也是救别人的急，我当然没有要他任何利息啊，只希望他安时的还给我。那后来呢？这所有悲伤的故事啊，都来源于此。你看，咱们从9月5日，我把钱1000元啊打到他的账上之后，我们的关系就往下走了。你看，为什么这时候的关系会往下走呢？就是因为在这之后发生了一些变化，使得我对他呢又打上了一个问号。第一呢，他没有在9月8日那天如期把第一笔500块钱还给我，这是我挺担心的。在此之前我都没有去催他，我想看看他是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的。没想到没有打，并且他也没有来主动联系我说，不好意思啊，William， 这个钱我可能需要拖延一下，因为什么什么原因都没有。过了几天之后，我忍不住了，我问他，我说强仔，你答应的还我钱呢？他说不好意思，最近有些事情我钱还暂时拿不到，我过一阵子还给你。好了，这一路开始啊，您看我和他的关系为什么会一路往下走？他呢，首先一直在拖，说下周一，再说再等几天，或者说月尾到月初，这中间啊就是不肯还钱，而且呢回消息的速度明显越来越慢，有时候隔几个小时，有时候呢过一天，再到后面干脆几天才回你一次。我就觉得是不是我当初看他看错了，他并不像我想象的在跟你打交道的时候人很友善很乐观，而在借完钱之后就翻脸，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。当时啊，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懊恼。那因为借钱这个事情，我也没有和我太太商量，我都没有告诉她呀。我想你不还我钱，其实我在我太太面前也失去了一些信用。你觉得他是存心的吗？不好说。其实我那一阵子一直在摇摆，我既觉得我当初看错人，他应该是存心的吧，因为你不还我，你可能也需要来跟我打招呼，取得我的谅解，这是我可以理解的。但你都不发消息，消息也发得越来越少，越来越慢，这算哪一出啊？其实我慢慢倾向于觉得他是存心的。他就想借钱不还。动动脑筋，你当中有没有观察到哪些不正常的现象吗？还真有一些不太正常的。这就是我之前说啊，我对他的状况其实是不了解的。我怎么都想象不到一个人，即便你想要骗我，但是他没有消失啊，他还是在微信上面，甚至于他说我最近又开了一个新的档口，做一些其他的生意，还不停的会发些广告给我。我在想，你怎么好意思呢？你不还我钱，也不回我消息，为什么还不停的告诉我你在做些生意？难道你认为这是正常的？我不会再来找你吗？他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后来呢，我在想，一个人再穷再没钱，为什么你1000块钱，或者甚至于你先还一点钱都拿不出来？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我，我真的是想不明白。观众朋友，你们怎么看？能不能发表一下你的看法？你自己有没有什么问题呢？我自己当然有问题啦。首先，我没有去更好的去核实他经济的状况，我比较轻易草率的
把钱就给了他。当然我更大的问题啊在后面，您听完我整个故事啊就会知道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。点赞，你看从9月份啊说9月8号还第一笔，10月份还第二笔，一直到11月28日快年尾了，我有点忍不住了。我那时候呢跟他发了一条消息，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关系也跌入到了冰点。我说我真的不能理解，你不还我钱，不回我消息，你有没有信用？你还在我的联系人列表里，你也没把我拉黑呀？你难道不花钱吗？我说你用不用车？打不打电话？怎么养小孩？为什么就不能先还我一些呢？我是想不通这个问题。我这时候已经不怎么生气了，更加变成一种巨大的不确定了。所以我给他下了一个最后通牒啊，我说强仔，你必须隔天11月29日要还我一笔钱，必须，我说不能再拖了，因为我想不通任何理由你会一点钱都没有。你看我们的关系这时候歘一下子就跌到了冰点。他呢告诉我说的一些话真的是让我大跌眼镜，我开始颠覆了我所有的想法。小光头到底怎么回事？他说我真的没有钱啊，并且呢他把他在做各种工，他开始去做装修，把他的那些做工的凭票单据都一个一个发给我。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可能要和那个给你开发票的老板打电话去核实。他说没问题，你可以去核实，电话是这个。他说你看我给了他们工作，但他们到现在钱都没有打给我，我的劳动力啊也在被骗，一直拖着我不给钱。那我说电话呢？他说我的手机啊常常停机。我说你要不要开车？打油是不是也要钱啊？他说不要谈了，我的车啊银行都说要拖走了。那我说家里呢？你有这么多小孩太太，每天吃饭你怎么养他们呢？他说我已经很久没有供家里了。哎呦，观众朋友们，你知道我听到这些我是怎么想的？我好像是被抽了一下一样，我感觉我的脑子完全颠覆了。其实我是相信他了，我想说不定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种人。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身边大马人是什么样的？我这时候的想法开始不那么责怪他了，是另外一种摇摆，另外一种犹豫。我在想，天哪，他讲的可能是真的诶，说不定真有人就是车都会被拖走，电话费也缴不起，家里也没法供，吃了上一顿没有下一顿啊。只是我对他原先建立的他应该挺有钱的，可以很好的供着家里的印象是错的，说不定他就是状况很差，差到了这种程度呢。那我给他1000块钱，不是在帮他，在救他的急，甚至于在救他的命吗？那你恨他吗？我一点都不恨他啊！你也可以看到，从那天以后，我们的关系啊往回走了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王老师，事实上呢，等到12月1日呢，他收到了一些装修的尾款，他开始还了我500元。所以你看12月1号我们的关系就12月1日开始，我们的关系往上走了，一直到现在呢，关系应该是恢复到比当初见面的时候还要好一点。刚元旦的时候呢，我也祝他新年快乐。我们的关系呈现了一个跌宕起伏的变化，我至今还是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，心情非常波动的。我觉得自己最大的问题是我不太清楚马来西亚的真实状况，说不定别人真的挺有问题的。那我作为朋友，原先那些条件成立吗？成立啊，他还是当初对我们很好，给我们刚到大马带来了好多的欢乐，让我们觉得大马是一个亲切可爱的地方。我要帮他的初心也不应该变呢，我就是要救他一个急，只是我对他的观点发生了一些变化。观众朋友们，在我去研究 Madani Economy 的时候，为了真正了解什么是 Madani Economy， 我先去看了老马在之前11次中期经济 review 的时候写的 Shared Prosperity 2030， 我看到 5.2 章节叫 Key Issues and Analysis of Current Conditions， 讲的是马来西亚人的现状的时候，我给大家 highlight 了这句话。你看大家可以看到吗？我 highlight 了这句话。他说2017年的时候有一半的马来西亚人在碰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拿不出1000令吉。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是震惊的。
当时更有一种被打脸的情况，又让我想到了强仔。我想强仔说不定就是这样的人呢，人家真的在碰到紧急情况都拿不出1000元呢。灵魂问题啊，你以后还会借给他钱吗？再碰到这样的情况，我当然还会这么做。我相信如果我付出一些去回馈大马社会，帮到哪怕1、2个我们可以帮忙的人，都是我们应该做的，愿意做的，做了也会感到非常开心的。只是呢，我应该更加脑子清楚一些，了解真实的情况是什么，真实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，再去帮别人。好了，观众朋友们，这件事情啊，藏在心底很久了。从2023年9月5日借钱到现在，也有100多天的时间了。我今天把它分享出来，也是为了把这个事情展开的透透的。我们会放大镜一样的去了解整个大马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情世故，整个社会情况该怎样去理解。您有什么样的看法？留言告诉我。讲的是蛮好的，就是不知道你的观众啊，给你点赞了没有？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谢谢。